君士坦丁堡曾是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因其壮丽的建筑、辉煌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圣地，成为古代世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帝国在外部侵略和内部衰败的双重压力下，逐渐走向没落。到了1453年，东罗马的最后防线君士坦丁堡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攻破，历史的篇章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那么，打败东罗马帝国的人是谁呢？他是穆罕默德二世，这就是他的名字。穆罕默德二世呢，出生于贵族，就是他父亲就是我们说的苏丹国王级的人物，可是他的母亲呢是个女仆级的人物，他这个两个身份就不太匹配。但是对于外人来说的话，无论怎样你都是苏丹国王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对于外面的大臣或者是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很尊贵的王子。但是对于他的家庭内部和贵族内部来说的话呢，因为他母亲这个身份比较卑贱一些，所以他的身份有点尴尬，他有这么一个尴尬的身份的母亲。最万幸的是啊，他有一位睿智聪慧的父亲，苏丹君王式的父亲。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儿子，我要给他以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君王式的教育，所以从小就培养他读无数种的知识。所以这个父亲给他请的老师叫做无所不教。你说什么他不教吧？语言就会说8种，而且流利的说所有的内容能说8种，什么天文地理军事建造啥都懂，连面相命运他都懂，星象都懂，是这个简直就传奇式的孩子。我也相信他的父亲也用如此的套路这个教育的方法教育了他所有的孩子，尤其是他的男孩。在那个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刚建立不久的那个时代，是个征伐的最佳的时代。那个时候处于1490几年1500年前后左右的这个时间，是世界大混乱的时期，是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产生，是灭掉这个原来东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大衔接的时期。所以那是一个征伐的时代，这样一群猎人就是好不容易发现这个大山里头有很多可以捕捉的动物，是拼命捕猎的时期。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尤其是君王级的父亲都会培养他家的男孩子们就成为一个最佳的猎人，甚至成为最佳猎人的指挥者。这样的话，穆罕默德二世是他家第4个男孩，所以他家男孩都受到了这样的学习和训练。但是继位这个苏丹王位的只能选一个，他被他父亲选中了。在穆罕默德12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开了个命运的玩笑。他父亲苦于常年的征战，身心俱疲，就是身体这非常的疲劳，再加上一些不痛快的事儿，而且孩子们都多了嘛，他也想让他选定的接班人感受一下做君王的不容易，历练一下，就把他的苏丹王位传给了穆罕默德二世，他这个孩子。那其他人，他的兄弟姐妹，也就是他的那些不同的妈妈们，就是他爸爸不是好几个老婆吗？都又生气又羡慕，说你传给他干嘛？穆罕默德这小孩呢，压力巨大，直颤抖啊，这怎么领导啊？这怎么管呢？何况他底下的大臣很多人带有是他们家族关系之中的一些特殊的身份，所以很多人内部都打压他，说这孩子是个呆子，甚至是个骗子，是个无知无能的人，是吧？内部也给他压力。有时候就祸不单行。就在内部的压力这么巨大的时候，他非常害怕，晚上逼得他睡不着觉，他失眠了，没办法只看着星星直喊冤呢。就在这种时候，跟他父亲签过盟约的军事盟约的好友的国家听说了这个12岁的小孩要接班了，就是好机会终于来了，单方撕掉了军事合约，说老子要干掉他，去专门搞他一把去，就对他们发动了攻击战争。
12岁的小孩啊，是吧？奶嘴刚摘下去，这个面对这么大一个敌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几十万大军杀过来，我怎么去抵挡？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还是挺聪明的。这个小孩啊，没办法了之后，他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老爸，如果你是我们的苏丹的话，请你赶快回来领你的军队去打敌人去。第二条，如果你不是苏丹，我以苏丹的名义命令你带我的军队打敌人去。”他老爸一听，哎呀，这孩子说的有道理，说回来吧。他老爸其实回来就继续接任了苏丹这个权力，让他先退位，知道给孩子压力太大了。他父亲很厉害，也很快将来犯之敌打败了。在这个孩子19岁的时候，他父亲正式将苏丹王位传给了这个小孩子，那么他就是穆罕默德2世。但是穆罕默德2世这个人，他的个性他这个个性又是忧郁型，他不乐意和人沟通，他在他的王宫内呢，其实还是内部有点抬不起头来，就是他母亲的出身比较卑贱一些。那其他的那些，只能说对他的家族说，他的大妈二妈们，是不是都出身于王族贵族？一见了他说，哇，这就是那个洗碗工生的孩子吗？说他还能继承苏丹王位，哎呀，简直是个笑话。所以弄得他可能弄得也比较自闭了，有点抬不起头来。所以我觉得历史给你开的玩笑，说看似悲伤的、令你愤怒的，也许对你来说是一个成长中的好事啊，是个最好的教科书啊。但是忧郁的人不要忧郁致死，而在忧郁中默默的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他就是读书，练武，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啊，就是一个超级大博士。而人家这个博士是无所不通，什么都懂。这个孩子才19岁就接了这个帝王班了，刚仪式完了之后，该脱去这些袍子，该干嘛干嘛，该不和人聊天就不聊天，该读书，该问群臣的事情也没有玩笑，大大方方，冷静无比。他心里有了一个怎么样报复他的大妈二妈们的决心，给这些瞧不起我的这些大妈二妈，还有这些群臣瞧不起我出身的人，我给他一个好样看老子是一个什么样了不起的人。他就默默的发誓，寻找机会。接下来很快1年多就过去了，他发现东罗马帝国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他的君王还在的这个城市，那个时候叫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咱们说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还没有攻打下来，周围国家都被他父亲他们都拿下来了。可是他们不是，他父亲叔叔们还有其他将领们不是不来抢这个地方，是抢不了扎手因为他们经过上千年对这个城市的修建使他们几百年以后整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堡城墙非常的坚固，是世界上最难攻打的城市。这个城市有多难攻打，看看它的这个城墙设计那一块，在它的城外城墙外就有一个护城河，护城河宽20米，20米一般女士的话要走25步才是20米，你看多长那么宽，没法飞过去。第二个深10米，说你不会游泳淹死你，会游泳你穿着盔甲是铁的，是不是一样沉到水里淹死你，何况水里头可能还放了很多匕首之类的，所以掉下去就死了。你看怎么过去？这是第一道墙。就算你好不容易游到了对岸，你想爬上去2米高笔直的滑溜的墙没法上去，水面上的还有2米高，你怎么上好了，就算你很幸运搭着木板过去了，就接下来面对多高的城墙呢？14米高的城墙，光溜溜的大石头砌的城墙，抓没法抓，踩没法踩。这个城墙何况上面还有守着的士兵，什么弓箭烧开的油就是开水你也受不了，往上扔沙子你眼睛也受不了对不对？
就直接往上头往下砸就完了。所以打仗的时候攻击者吃亏，死的人数多，而守城者呢，通常死的人少。何况这个城是世界上最难攻的这个城墙，14米高，上面还有士兵守护着，它还有这个一高一低的这样的，像长城似的那样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女儿墙。这一个缺口一个石头墩子，一个缺口一个石头墩子。为啥呢？缺口就往下扔石头、泼油、射箭，立起来这个墩子呢，是上面的士兵来进行防护对方攻击的，你能躲避。并且它上头这段城墙的这个厚度是几米呢？5米。如果女士来说的话，用大步你要走到它8步，它就是5米宽。你想多宽呢？这个大房子那么宽，上能跑步运送物资、运送武器、运送弹药。何况这个城墙是用石头加了罗马帝国这个工匠很厉害，发明一种叫罗马水泥。那时候我们现代化铸造大楼的水泥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他们就发明了罗马水泥。用罗马水泥加石头，再加一部分红砖垒的这个墙第一个特别厉害的抗地震，第二个抗爆炸。你拿炸药包什么石头砸它没用，根本就像扔到弹簧上一样，你弹回来弄不坏它。它是这么一个特别坚硬的一个大城墙。就算你非常幸运你神护着你，好不容易过了第2层就发现自己掉入地狱了。还有第3层呢，高20米，垂直的怎么攻进去又是巨厚的石头墙这3层就是能难死神仙呢，根本打不进去。所以穆罕默德的其他的将军将领，他父亲他们总共有23次攻击这个城，根本打不进去，都是灰溜溜的战败回来。不管用多少兵打不进去。年轻的20来岁的这个小君王穆罕默德2世就悄悄地研究着他们每一次战败的原因，也用各种的方法了解这个城墙建造的具体的步骤、内容、防患的这个程度。他知道这是真是一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个城，但是无论多难我也把它拿下来。他就下了决心呢。其实他没有具体的方法，但是他的雄心壮志说，你们拿不下来我一定拿下来，让你们笑话我，笑话我妈的出身其实做了充分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也是天帮他，有一个制造大炮的商人，这个人叫乌尔班，是匈牙利的一位那个时候超级大火炮的制造者科学家、商人，是这个3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士，专门制造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厉害的最大号的大火炮，那个时候叫威震全世界。但是他在世的时候，大家并不以为这个有多神。这个大炮是全身用黄铜铸造的，那么它的长度有8米，女人走路要走10步才是8米的长度。它这个重量是非常的巨大，要用60头牛或者70匹马一起拉才能拉得动。它发射的那个大圆球炮弹有多沉呢？这是544公斤呢，就半吨多重，用一个大铁球出去半吨多重。制炮专家这位神人先是找的罗马的君王君士坦丁11世，找他来卖大炮，因为他名分很大嘛。但是君士坦丁这个国王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实力了，钱也应该花的差不多了，也没钱了。他周围的国家土地都已经被奥斯曼给侵略了，所以他自己已经没有土地没有人民了，所以没有钱来买这个大炮。乌尔班是个科学家兼商人他专门卖军火卖大炮的，他谁出钱他才给谁做呀，因为做大炮也是有成本的呀。一看君士坦丁11世大帝不买，没钱那我就找你的仇家看他买不买，就找到穆罕默德2世。穆罕默德那时候正强势的时候说这个东西他就知道他来攻这个城嘛，所以乌尔班就问他，你是不是想攻这个城？他说是说我告诉你，就你这点兵
拿着这个小土炮，根本没法跟人打，对吧？你这个鸡蛋碰石头，我给你送来的才是真正的杀气。你看我一个炮弹多重啊，半吨重啊，这家伙抡起来甩过去，多厚的城墙都给他砸个窟窿。所以我这大炮，我这武器，正是让你在历史上留下英名的最好的兵器。穆罕默德二世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是他有智慧啊。谈了1天之后，就决定买，你造多少我买多少，大大小小加起来，他卖给他大约80门大炮。记住哈，这个最有威力的这个大炮，一天只能发射3次。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发射3次呢？第一个，这个炮用的材质已经非常先进了，就是铜的。铜和铁不一样，在生铁铸造大炮生铁好处是坚硬，坏处是易裂。如果这个火药没有打出炮弹来炸膛的话，铁铸的这个炮筒最容易炸开。那用铜铸造的，既有硬度又有柔韧性，说不容易炸膛。第三，它热得快，退热也快，这和铁不一样，退热速度可能是铁的2/3的时间。比如铁3个小时能凉，它这个2个小时就能凉下来。所以每一次这个炮弹发射出去之后，因为火药里面的燃烧爆炸，还有大铁球轰出去那一刹那，使得这个大炮的内部的温度可能达到了900度上1000度的程度，一般铁都会融化了。它需要怎样呢？要让它自然的冷却下来，你还不可以泼凉水，就要等着冷，一泼凉水下次再开炮就裂了，所以不能的不能泼水。所以等它至少3个小时以后凉下来了，还要再重新抹油清洗大炮内膛，因为它有火药的那个灰在里头，先用抹着油的那个大清洗桶把它清洗干净，再凉一点才可以往里继续装火药沙子，之后再把那个500多公斤那个大铁球再放进去。所以整个这个光装火药装弹的这个时间最少1个小时，所以一天开3炮，其实让大家这个炮兵忙得不得了，就很忙碌了。所以如果再快了，这个炮承受不了的。此时的时间是1453年某月的某一天，那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下令围攻围堵伊斯坦布尔，就围堵这个大城市，就开始进攻了。先是从这个有海的入口，有河流，有3面包围着伊斯坦布尔这个3面的城，所以伊斯坦布尔呢形成像个半岛一样的一个犄角的形状。那有一面靠近大陆，所以它最难攻的那个城墙是在靠近面对大陆的那个修了一个巨大的最难攻打的城墙。那么还有海的右侧这面城墙也是很大，但它左侧那面城墙就非常薄弱。他认为敌人没办法从那边攻过来，就至少在造城墙的时候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靠近这个城墙下面这个河道呢，在河道对面两边拉了一个大铁链子，只要不是我允许的船队的话，就把大铁链子在这个河面上一拉起来，任何船过不去。那个河面的那个位置叫金角湾。所以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已经把这个水路就已经派他的士兵弄了大船把它封锁住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派了人马在陆路上就挡住了外援的任何物资的供给和兵马的支援的这个道路，全部给堵死截死，就让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成为孤城，没人可以帮他，成为孤立的，就是不打他饿也能饿死他，其实是这样一种危险的状态。好，先派兵把这个3面都围死了，可在金角湾这面他过不去，他的兵和船过不去，就是因为有那一条大铁链子把这个河面上的所有的船全部挡住，只要君王不下令，任何船过不去。穆罕默德二世呢
就派使者去找这个罗马的皇帝去谈判，条件是这样的：我允许你呢，在你所有的人民和士兵撤退到，不是你还有个岛吗？撤到你的岛上去，我也不打你，你就独立在那待着，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城你要空出来给我，那我们就免得有兵火之灾，百姓也不至于受战火之苦。君士坦丁大帝说，我绝不接受，上千年以来这都是我们的王都，这是皇城，我宁可战死我也不会投降的，我也不会撤走，宁死不屈。穆罕默德二世说，那没办法，我们只能动武了。穆罕默德就动员他10万大军就开始攻击，就攻打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城打了10几天无效，根本打不进去。在这个城内的士兵只有7000人，但是这个城修的这个坚固度就是易守难攻，它太坚固了，没人可以打得进去。但是穆罕默德呢也其实很着急，说这个怎么办呢？打不进去，他这个城确实是这不容易，虽然我已经有先进的武器还是不行。那么他再继续研究，他整个能量全在研究这个城，他就发现金角湾那面是薄弱的一部分，就开始出计谋奇招。他派他的水兵开船想到金角湾不可能，有铁链子在那挡着。他发现在金角湾北岸小山包的后面有一条小路，但小路旁边呢也有很多树，也不是很大的树，就是比较平整。他想如果想办法把我的这个战船给拖过去，就直接拖到了金角湾这个水里头去，那我这边就可以发动攻击。他就想好了就做。这个年轻的领袖连夜还要悄悄的派兵把这个小道小路这个树呢全部砍倒，把这个树头去掉，把这个树干弄得光光滑滑的，地上排成一整排的，再抹上什么各种油脂再弄了几十头牛，再弄上这个拖绳拖他的船，从这个陆地上这个小树林里头砍到小树林呢，容易拖过去，硬生生的60艘船全部拖进了金角湾，这样使他的这个水军从等于是另一侧翼来进行攻击伊斯坦布尔。那正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子，只要一攻击开始，因为这边是比较薄弱的城墙金角湾的城墙，陆路那边守护城墙的很多大兵呢就撤过来保护金角湾城墙，所以使得那面的城墙呢那个士兵守护军就少了。还有在他连续的这个超级大炮的这个攻击下，终于城墙给砸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再也修不上了，军队一拥而入。在这个之前还有故事呢。这个战争展开这个日子这些天里头有一天呢，君士坦丁大帝呢就觉得这个大事不好期望能够借神的力量来保护他的国家和城池，请他的国家的神父手里头呢抱着这个圣母玛利亚的像，去在这个城墙上去游走，希望借神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这个城市。可是要出门的时候呢，就先是大雨，再接下来就冰雹，再接下来就是满天大雾，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想请这个圣母巡城都巡不了在这个城市被攻破的前一天大家看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当时是很多人都看到了，就在这个圣索菲亚教堂这个上空，好像从教堂里生出来的这样一个白色的光。那有一部分人看到这个白光呢停滞在空中的时候是显像的是圣母玛利亚的像，在两眼流着眼泪，停滞了几分钟之后就向空中飞去了，或者就消失了。那么更多的人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光慢慢的冲天而去了。所以有的人看的细致呢，就看到圣母玛利亚的显像，就是流泪的显像；看得淡一点的，就看到一道巨大的白光朝天而去了。所以这种景象，
我想它是在历史事实的记录之中有的，那我想也是很奇特的事情。就在伊斯坦布尔被攻下来的前2天左右，很奇怪的夜晚呢，出现了月全食，并且是血色的月。对于很多国家的这个星象学家来说呢，遇到这个血月都觉得是不吉祥的事情。穆罕默德2世呢，他也在现场看到血月之后，他立刻就兴高采烈起来，一下就有信心了。因为在他们的传说之中当血月来临的时候，就是他大好机会的时候。在这个城市即将快被攻下来的时候，君士坦丁11世大帝呢，一看他的大势已去，脱下他的黄袍，换上作战的盔甲，他的守军们一起即冲上前去和敌人拼杀，最终惨烈地死在战场上。但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灭掉了东罗马帝国，使这个伟大辉煌的罗马帝国从此就永远地关上了大门。再说穆罕默德2世进了城之后，第一时间快速地先来到了久仰大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好第2天也是个好天嘛，一缕清晨的阳光从彩色的玻璃窗之中照进大教堂，那种神圣、庄严、不可思议，那种建筑的美，那种震撼，那种金碧辉煌，使穆罕默德为之震颤了。他由衷的赞美这个建筑太不得了了。虽然它是一个建筑，他觉得它是有灵魂的，它代表着神，代表着上帝。我不能毁坏它，我要用好它，就是发誓说我要把你保护好了，我要让你在这里迎接我的神，让你继续辉煌。所以从此之后，他就把圣索菲亚大教堂改成为清真寺，一直沿用至今。穆罕默德2世还将君士坦丁堡改为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智慧之举，因为这个城市是在那个时代大约500年前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光是有这个非常神圣庄严美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70-80个人类饮用水的地下蓄水池，他们有效地去收集了当在下雨的时候将雨水自动灌入它的蓄水池，都在地下用大理石砌造出来的，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到，到现在都有。500年前的这个城市之中很少有这么庞大的地下蓄水池的，那么伊斯坦布尔就是其中一个，到现在都保留了很多个。现在最著名的，我们看到地下的那个蓄水池的柱子就10几米高大概几十米长宽，光这一个池子让1万人喝水能喝半年的，就非常巨大。所以这么一个公共交通饮水，还有呢防守，还有它已经有建好的完美的皇宫，它都可以免费使用的，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就把他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就搬到了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罗马帝国完成了它伟大的使命。我的总结，它是伟大辉煌的一个人类帝国，为人类的过去的历史乃至人类的未来都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河和引导的作用。它的规划，它的法律，在当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学习和效仿。
它的民主与人人平等的概念是那样的古老，那样的朴素，又是那样的先进。它的统治有机地利用了人文、宗教、奖励等非常合理合法的手段，都是我们人类要学习的。但是新的奥斯曼帝国的产生，具有新的使命，有新的能量，新的一群人，有新的精神共同的追求和信仰，才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奥斯曼，才摧毁了那个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那个坚不可摧的城堡一样，还是被摧毁了。那摧毁它的是一群精神力量极为集中信仰极度真诚的一群人，一群勇士。说我来到这个地方之后，让我看到的是那种感觉，让我感慨万分，深深的叹息，让自己心灵之中都一直持续的震颤。就这样一个土地，这样一个地方，曾经血流成河，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繁华的都市，曾经无数的商人曾经在这儿居住过，交易过，幸福过。但愿人类的世界在未来还有类似的都市继续繁华，继续的昌盛。也非常的祈愿世界和平，如意吉祥，用和平和爱去面对所有的人。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的是和平，是快乐，是健康。那这两段伟大的历史就成为我们就更加爱护我们这个世界的精彩的故事片段吧。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有很多的先进的建筑的科学的知识，我想给大家分享。如果下次你有时间的话，就一定来听哦。我来介绍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神奇神圣之处。好，谢谢你。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